35岁了，对于一个未婚女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尴尬的年龄。如果她想找对象的话呢，要么她就会高不成低不就，条件好的呢嫌她老，条件差的呢她看不上，要么呢就是不会经营感情，喝了太多毒鸡汤。殊不知啊，这些毒鸡汤已经开始不好使了。现在的男人啊不吃那一套，如果不找对象呢，那似乎这一辈子就太长了。一个人要怎么过下去呢？到底该怎么办好？一位粉丝给我投稿啊，叙述了他这10几年的经历。他今年已经35岁了，22岁大学刚毕业啊，因为他的颜值还不错啊，家里啊就有好多人给他介绍对象了。这里边真的不乏条件很好的男生，可是啊那个时候啊自己的眼光太高了，一个都没看上。很多的男生家里啊房子车子彩礼都准备好了，只需要他点个头就行。等到了25、6岁的时候啊，来说媒的人就更多了。那时候觉得自己年纪已经不小了，该谈个对象了，就选择了一个交往啊。可是对方虽然什么条件都符合自己的要求，但是就性格方面太大男子主义了，事事都要听他的，好多事情我基本上所有的意见建议啊都被否定。这个人可能是因为自己比较优秀的缘故，所以呢他特别的自我，有点唯我独尊的感觉，而且在生活上他也是个巨婴型的人格，感觉并不成熟，很多事情啊他都要听家长的意见。最后我们还是不欢而散了。总之那一段谈下来，我觉得啊条件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了，所以呢我又继续的在相亲，直到29岁我都没有相到一个满意的，给我介绍的也不多了，1年当中呢也就2、3个。我感觉自己还是太看重条件了，同时呢我还需要找点感觉，这2样东西一直都是我找对象的原则。可是到了33岁的时候啊，我感觉不能再这么找了，介绍的对象条件也越来越差了，根本就没法跟20多岁时候人家介绍的那些男孩子比。但是年龄大了，这是个硬伤啊，所以我就再一次降低了一些要求，比如可以一起买房还贷啊，对眼缘我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只要长得顺眼啊就可以。学历呢我也没有那么需要他必须比我高了，读了本科就可以。收入方面呢比我好点呢就行。后来我真的接触了一位，可是这样的条件的男生啊，我自己的内心实在是接受不了，他没有任何的亮点可以吸引我去喜欢他，而且情商呢也不高。这个时候啊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30多岁的人如果他一直想结婚却一直没有结婚的话，他一定是哪里啊有点毛病的，不是条件差就是情商低，包括我自己应该也是，所以没有想在一起的兴趣。这个时候啊我心里的目标又发生了变化，我觉得我不能没有一点点要求，还是得找个好点的，不然自己啊喜欢不起来，就算结了婚可能也是勉强不会幸福的，那还不如我自己单着呢。现在我都35岁了，保养的呢也还可以，经济也独立，我就想啊再努力一把吧，看看还能不能把自己嫁出去。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事情呢去提醒一下当下那些年轻的姑娘们，千万不要太好高骛远了，眼前如果有一个合适的就尽快谈一个，28岁前最好把婚姻的事情完成了，别最后像我这样拖到最后啊可能还是自己一个人过。我嘴里说的不将就啊，不过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你们说他说的对吗？你知道找老婆要避开哪几种女人吗？有一个40岁的离异男士啊，再婚之后过得非常幸福啊。那他呢给我分享了几点他是怎么找老婆的。他说呀，根据他的经验啊，一定要避开以下这几种女人，基本上就不会在婚姻问题上踩坑了。第一点，要看一个女人啊能不能跟你同甘共苦，这个非常重要。他的前妻就是在他事业失败的时候啊跟他离婚的，还分走了他的房子、存款和孩子，事业走到了低谷的男人，这个时候还要去面对这种女人给他的人生啊雪上加霜，伤口上再撒一把盐，谁受得了啊？他说其实判断这一点啊并不难，你只需要跟这种女人说，哎呀我可能快失业了啊，我可能要破产了，我再也给不了更多的钱给你花了。如果是一个把物质看得特别重要的女人呢，这个时候啊他不会继续在你这里耗他的时间的，他可能一天都受不了，所以这种物质女人是真的不能要的。第二种呢就是性格太作的女人，心里想什么啊永远不会跟男人去沟通的啊，总是让你猜，谁天天没事琢磨他脑子里想什么呀，一吵架就跟你提分手啊，这种女人啊结婚以后就动不动会拿离婚来威胁你。男人要不断的用挽留啊来证明对他的爱，不管对还是错啊，只要是吵架了永远都是男人来哄他，不哄就说你不爱他，你要是不哄啊不挽留啊他就不肯罢休，然后啊
把男人的这个耐心啊都磨光光啊，最后你们的感情啊也就磨完了。第三种女人就是情绪不稳定的女人，这种女人特别可怕啊，她非常情绪化啊，一句话不对啊，上来马上就提高嗓门，拉开跟你吵架的阵势。在她的认知里，男人就得顾着她，顺着她，让着她，那才叫男人呢，那才叫爱她呢。如果娶了这样的女人啊，那必定是2天一小吵，3天一大吵。如果有了孩子，这个日子还怎么过呢？你们说是吧？第四种啊，巨婴女人，就是我们常说的啊，妈宝女、公主病。现在太多这样的女人了，哪怕走到了40岁啊，她还要回家跟父母撒个娇呢。跟男人相处呢，你什么都得照顾他啊，他在家里啊只负责貌美如花，你必须负责赚钱养家，你还得会干家务，会哄他。一个男人娶了她呀，就娶了个祖宗回家，那没辙呀，谁叫你娶了他呢？那你就得伺候他。人家说了，我是女人，得给你生孩子呀，你不就得付出一切吗？看看我爸妈是怎么对我的，你就应该怎么对我，那才是对的。所以啊，看一个女人适不适合结婚啊，就看这几点啊，一个不物质的，能跟你同甘共苦的女人，一个能接受你的缺点，包容你错误的女人，一个能给你温暖和理解，能把家里啊营造的甜蜜温馨的女人，一个愿意和你携手共进白头到老的女人，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你们说对吗？来，星星亮一个啊。那天有一个男生来相亲啊，他真的是把那个女生啊怼得都没话说了。他俩啊一坐下来，女生啊就各种打听男生的房子买在哪儿的，有多大平米啊，开的什么车呀，啊一年收入多少啊，具体资产是什么水平。这一顿问啊，搞得这个男生呢血都指往头上冲。本来他是来相亲的嘛，怎么就感觉是被验资尽调呀？但是呢他还是表面很平静啊，跟这个女生呢交代了自己所有的资产情况。家里的房子呢有3套啊，2套呢在市区，1套呢在郊区，总价值呢3000多个 W 啊。年收入大概50多万，存款的话呢有7位数。那父母呢都有退休金，家里边他是独生子。女生呢核对完了这些所有情况之后啊，就说红娘也是这么跟我说的，我就是想看看你们说的是不是一样的。于是呢这个男生就问他，那你的情况怎么样的呢？房子买在什么地方的，开的什么车，年收入多少啊，资产什么情况呢？这个女生被这么一问啊，立马就不高兴了啊。她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一个男孩子出来相亲还要求我们女生有房有车有存款吗？我还头一回遇到你这样的人，真是很可笑。那我凭什么要跟你说呀？男生就说，拜托啊，你是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你自己的劣势啊？如果你现在才20岁，又年轻又漂亮，我什么要求都不会有的啊，就这2点都足够了。可是你也不看看自己现在都30多岁的人了，如果还是啥也没有的状态，那你拿什么跟我交换呀？如果同样都是扶贫，那我干嘛不去找个年轻一点的扶贫呢？再说了，你这么大了，难道还不知道现在很多的男生娶不到老婆，90%可能是因为他穷，但是有很多的女生呢嫁不出去啊，90%是因为他丑。大部分的男生呢知道自己很穷，但大部分的女生啊不承认自己丑。你别啊这么看着我，你要是长得好看啊，不早就嫁出去了吗？都不会等到现在的。关键的是，现在哪个女孩出来相亲都谈条件，那有条件的男生哪个又不看女生的年龄和颜值呢？难道他会考虑一个又老又丑又穷的女人吗？如果一个大龄女生没房没车没存款，还想找个条件很好的，那不就是想白嫖吗？我们男人就不算算自己的成本吗？这个生意啊不划算的好不啦？大家感觉这个男生说的合不合理呢？现在的男女啊相处有几个真相啊，是这样的。第一点，如果一个女生她真的爱你，是不会舍得乱花你的钱的，她会为你省钱，甚至啊她为你花钱啊都可以。而一个不爱你的女生才会肆无忌惮地想着各种办法花你的钱，算计你的钱。第二点，女生们来相亲呢，基本上都是先讲条件的，有的甚至罗列了一大堆的要求啊，但是一旦他们跟男生相处之后呢，就更看感觉了。而男生们来相亲恰恰相反啊，基本没有什么要求啊，没有什么条件，一切就看感觉。但是一旦他们跟女生相处了之后，这个女生能不能娶回家，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权衡对方的条件了。第三点啊，现在的女生找对象大部分都是在找钱。一个女生的颜值高低
就是他能否跨越阶层的阶梯。没有物质条件的男生基本上没有相亲的资格了。而男生在找对象的时候呢，还希望找到的是爱情，但他们会发现现在的女生啊，大部分都已经不再需要爱情了。第4点啊，现在的很多女生跟有钱的男人相处啊，就希望跟对方谈感情，甚至呢不惜自己倒贴都可以。而当他们面对没钱男人的时候啊，就跟人家谈钱。第5点呢，男生说我的钱是给你看的啊，不是给你花的，谁认识你2天就拿钱砸你啊，我又不是大冤种。而女生说了，刚认识你都舍不得给我花钱，那以后我就更值不上了呀，所以你不给我花钱就说明了你不爱我，也没有诚意交往的。第6点呢，女生说我都回你信息了，都跟你出来见面了，我已经很主动了啊，那你还想怎么样呢？而男生说了，为啥每次都是我找你聊天，我约你出来啊？只要我不找你，你是绝对不找我的。看来你并没有看上我，那就算了吧，这年头谁还愿意当舔狗啊？第7点啊，大部分的弟弟找姐姐谈恋爱都不是为了结婚的，而大部分的姐姐跟弟弟谈恋爱呢，都希望弟弟能娶自己回家，是不是这样子的呢？如果你觉得还有补充的话，可以到评论区说一说啊。过了35岁的女人呢，如果你是个不婚主义者啊，那你可以直接划走了，不要看我这个视频。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想要成家的，想找个男人结婚的女人，要听我劝一句啊，不要在相亲的时候跟男生啊去炫耀这几样东西，否则你真的可能会一辈子嫁不出去的。第1点，去跟男生说你的学历有多高，你的学历再高啊，那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可是对于男人来讲，他宁愿找一个没上过大学的20多岁的小女孩啊，他都不会去选择一个35岁的博士学历的女人。你说你在这儿炫耀你的学历有什么用呢？第2点就是你跟男人去说你的家境有多好。一个男人啊，他的骨子里啊，天生的就是有一种保护欲的。你太强大了，对于他来说带来的只有压力。他宁愿选一个家庭背景一般的、长得漂亮的姑娘，他也不想找一个家庭条件非常好但是长得丑的女人。一般来讲啊，一个男人很少有愿意找个强大家庭的女生，然后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的。第3点就是跟男生啊说你的收入有多高。你的收入再高，那也只能证明你是个优秀的员工嘛，对吧？你的收入再高，也证明了你内在有多强势啊。所以啊，男人他宁愿选一个年轻一些的、收入一般的，但是呢性格比较好的、情绪价值比较高的女生，也不愿意找一个御姐，天天呀得卑躬屈膝的、小心翼翼的伺候着。所以我发现有好多的女人来到相亲市场啊，真的你站错了队的。你炫耀的这几点，男生根本看不上。人家男生来相亲啊，第1看年龄，第2呢看长相，第3是看女孩子能不能提供情绪价值。而几乎所有的女生来相亲市场，首先炫耀的就是自己的学历，然后又炫耀自己的收入，然后还会炫耀自己的家庭条件有多好。而你炫耀的这几点，真的啊是男生不太在意的东西啊。所以女生你来到相亲市场，你不停的炫耀你的这些东西，真的是没有用的。你要再这么炫耀下去啊，你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你们说我说对吗？35岁的女人来相亲啊，她说啊，感觉我们给她推荐的男人条件都不太行。我就凭她这一句话，我闭着眼睛我都知道你怎么会单到这个岁数的。说男人的条件不行啊，你得先看看自己的岁数行不行，好吗？我真的啊说，那20多岁的年轻姑娘啊，人家挑挑拣拣，那是人家有那个资格挑。即便是小姑娘，她没房没车，条件一般，人家也有大把的男生可以选择。可是你都到这个岁数了，你真的不会觉得，哎，你自己都单着呢，那些跟你年龄相匹配的男人也全单着的吧？啊，你这就是天真了嘛。本来你的选择面就已经很小了，你还得找那个条件很好的男的。你就说那些你看得上的男人，有一个看上你的吗？你自己心里真的一点数都没有吗？啊，你都这么被拒绝了，你还在这儿嘚瑟呢？自己要想一想，咱复盘啊，这几年还有条件很好的男人在追求你吗？要是有，你就不会来我这儿找了，对不对？啊，那些跟你相亲之后还假装装怂的男的，那人家是在给你留面子。要知道啊，你这么来说的话啊，他没上去直接怼你就不错了。听你说这个话呀，啊，好像是这些男人都得排着大队啊，让上赶着让你去挑，结果你还大手一挥，都不入你的眼。哦，我这全都不满意啊。你认为自己条件不错，那敢问是啥条件不错呀？
难道是你的年龄条件不错吗？你自己出去问问啊，一个35岁的男生，他要是找个26、7的姑娘，他还得付出的多一些呢。你的条件这么好，你咋还没找到呢？啊，你条件好，男的条件不行，你就看不上。那我咋没见你问问那些你都没看上的男人，为啥也没看上你呀？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啊，大龄的女人真的啊，咱别再自己糊弄自己玩了，行吗？别问我今天怎么这么说话啊，我不是打压谁鄙视谁，我真的是拿事实说话，你能理解吗？现在啊，有很多大龄剩女啊，虽然她学历高，工作好，但是在找对象这件事情上，真的啊是被现实打脸的。你会觉得啊，又可怜又可恨。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将来啊，会有越来越多的女孩子真的嫁不出去的。你先别急着反驳我啊，大龄剩女看到这儿可能也很着急啊，想骂我。但是呢，有很多的案例证实了，大龄剩女她们有些共性啊，是阻碍她们脱单的。基本上有以下这3点啊。第一呢，她们找对象啊太挑剔了；第二呢，就是她们活得太毒了；第三呢，就是恋商非常低。你看完了之后觉得我说的不对，你再喷我啊。我就拿前几天到我这儿来的一个33岁的大龄女生的案例来讲讲吧。其实呢，她长得还可以，颜值呢也能打个7分，在体制内上班，月薪呢有1万多。那天啊，她来我这儿啊，见了一个82年的男人啊，离异的，但是年薪100万，非常优秀的男士啊。一出来呢，他就马上给我反馈了，说这个男士啊，他没有看上，感觉对方啊没有什么眼缘，虽然有钱，但是年龄太大了，还离异的。想当年啊，自己20多岁的时候啊，都是那些富家子弟跟他相亲啊，基本没有看不上的。所以啊，如果自己找个这样的人，觉得很亏，带出去啊特别没面子。他觉得自己还没有沦落到要找一个离异的人，长相自己还不太喜欢，年龄还那么大。我说，那你怎么不反过来想一想啊？一个年龄没有这么大，未婚的，年薪100万的，而且还能看着有点感觉的男人，那可能你也不是人家的菜。他想了想说，也是，现在年龄啊一年比一年大了啊，确实不好找，要不呢我就跟这个人处一处试试。但是啊，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女士啊太自信了，当我去问这个男士的时候啊，人家这边根本就没有看上他。男士跟我说啊，这位女士聊天啊真的特别不舒服，一坐下来就问他为什么离婚的。男士呢简单说了离异原因之后啊，他又立马追问，那这几年你又谈了几个呢？然后为什么又分手了呢？你看看啊这些问题。那他第二个问题就是问啊，人家房子有多少套，在北京啊什么位置，公司的1年利润大概有多少，还问男士半年了有没有结婚的打算。你说你都没有看上人家，你还问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呢？这个就是他的问题啊，情商啊太低了。他的这些话完全啊都不顾及对方的感受，都是很隐私的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女人啊，她已经读惯了啊，她的思维呢是很难顾及到别人的感受的。这一系列的提问问的男士很尴尬呀，实在是反感的不得了啊，还怎么跟他有下文呢？这些大龄剩女的通病啊就是这样的啊，她挑了收入挑颜值，挑了颜值挑学历，挑了学历挑资产，挑完这些她还要挑性格。然后呢，他们可能好不容易挑到个满意的啊，结果呢人家看不上他。不然呢就是相处起来太累了，因为他们生活的独立惯了啊，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啊，往往情商很低，不会说话，不会谈恋爱，还不会处事儿。关键的是啊，他们还是小姑娘的心态啊，谈恋爱要男人追，要男人宠啊，自己呢又不主动啊，还很作，所以啊他们处处都是失败。你们觉得这样的他们能嫁得出去吗？好看的皮囊和有趣的灵魂，哪个更重要呢？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啊！对于那些想嫁给优质男人的女人来讲，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总是被抛弃呢？你为什么会败给一个长相不如你的女人呢？你可能看到有些有钱人的老婆，你都会怀疑人生，怎么那么普通的女人居然能嫁入豪门啊？她凭什么？我今天就来给你们揭晓谜底。做了这么多年婚恋啊，接触过很多层次很高、认知很高的优质男士。曾经有一位公司总裁跟我聊过他的心路历程。他说呢，以前他往往会被一个女孩的外表所吸引，产生强烈的好感。但是呢，每当他跟他们交往4、5个月之后呢，他就开始没有兴趣了。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发现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他会觉得一个人对金钱的认知高低很重要。
他遇到过的女人啊，大部分啊都是消费水平很高的。当然，他也明白啊，美是需要用金钱来堆砌的，那这个呢无可厚非。生活呢也是需要用金钱来优化和提升的。但是对于各种奢侈品极度需求的女人，对于奢华生活有极度追求的女人，对于金钱的价值啊，她们的认知就是很简单的。这个钱就是要花出去的啊，就是要供自己满足和享乐的。金钱的价值啊，在他们的眼里，好像仅仅就是为了满足物欲而已。大部分这类女人呢，都是冲着男人的钱来的。另外呢，就是在沟通方面的问题啊，他们之间只能是停留在很浅层的一些沟通上的，很少有话题能够深入的聊啊。那对方可能完全不懂啊，或者是对他所说的话题完全不感兴趣啊，很难跟他做到深度沟通的。因为他的内核太小啊，甚至一些高级的快乐，对方是完全感受不到的。所以呢，他感觉这类女人完全无法进入精神层面的。他们的人生终极追求就是更有地位、更有钱。说实话，这样的女人真的是很无趣的。所以呢，他很快就会觉得索然无味了，那张脸也很快就看厌了。所以这一路走来，对于美貌再也没有那么苛求了。现在他就需要找一个能在精神层面沟通的伴侣两个人呢能够说到一起，有共同话题。之所以希望对方的家境或者个人的经济情况呢相对门当户对一点，那是因为家境好、经济条件好的女生，她对于物质的需求反而没有那么过度，甚至呢会懂得感恩和回馈，这样的婚姻更稳固一些也更有趣一些那我就问他了，那如果有一个长相比较丑，甚至长相一般嘛那跟你又比较谈得来，家境学历各方面都满足你的要求的女人，你会娶她吗？结果他说那长得丑的还是不能接受的我当时我就笑了我说那我就总结一下那也就是说没有漂亮的皮囊，就连接触的机会都不可能有的只有漂亮的皮囊加上了一个有趣的灵魂，才可能长久的，对吗？结果最后他还补充了一句如果这两者要我做出一个让步的话，那我宁愿皮囊没那么美，但是我也希望对方有个有趣的灵魂。这个就是很多空有一张脸就想上位的女人，你为什么总是被有钱人短择的原因了，明白了吗？哎呀，最近又遇到了梦幻派的老仙女了来给我添堵39岁了长相身材确实保持的还可以，但是这一根筋的思想真的是要把你给气吐血。人家觉得自己可美了，别人都说自己看上去才28、9岁，他自己一年也挣100多万就是这个原因。他说找个跟自己收入差不多的，或者能力比自己更强的，他觉得不算过分的这个要求。可是我觉得他的要求已经要上天了。为什么？我们给他介绍公务员，他嫌人家挣得太少了；我们给他介绍公司的高管，他又说人家太忙了，天天要加班，没有时间陪伴家人。给他介绍个公司的老板呢，他还是不满意，不是身高长相不过关，就是行业性质不喜欢。最后各个方面都合适的，他又说见了两面没感觉，还说男生不主动，总是自己找话题。520那天什么表示都没有，最后真的是要气死人这不我们又给他推荐了一个40多岁的离异男士吗？公司的老板他突然就变脸了，说年龄这么大了呀，哎呀，这还是离婚的，这个岁数一年才挣200万，那我图他啥呀？难道我图他的老，图他的离异的？你们说是不是无语我真的是很想问一问，那你嫌人家老你不老吗？你都出来相亲了，到底有没有带脑子你都多大岁数了，还非得怀揣一颗少女心，要找什么感觉？我真的不是打击你们相亲见面就没有几个上来就有感觉的。有这种思想的人，你相再多都没戏的，除非你的颜值很高，对方的颜值也很高，你们俩看一眼荷尔蒙就开始蔓延了。相亲能一见钟情的，在我的职业生涯里真的就没有见过几对。还有你都走到相亲这一步了，年龄都这么大了，你还有小女孩的优势吗？你就别想着男人还会对你鞍前马后还特别的积极主动，给你送花送礼物讨好你了。人家既然是优质男人，那干嘛非得找你你还想着人家得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你要有仪式感，什么矜持慢热，你一样都没落下要真的是同样都有这些要求的两个女人，一个男人他要是能满足那人家干嘛不选一个年轻的呢？你说是不是？你看评论区的男人来说说呗，你们是怎么想的？